时隔整整24年，世界杯赛场终于再次迎来中国人的身影。47岁的马宁搭档傅明、周飞组成全套中国裁判组，执裁世界杯第999场赛事，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主裁首秀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上一次中国人站上世界杯主裁席位还是2002年，之后20多年，国际足坛的顶级赛场再也没有响起过中国裁判的哨声。韩国裁判连续4届无缘世界杯，而马宁是全网唯一连续2届拿到世界杯正赛执法资格的中国裁判，这份含金量真的是大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场首秀，马宁直接用教科书级别的执法打服了全世界球迷。赛后，国际足联给出9.8的超高评分。放眼历届世界杯裁判首秀，都是顶尖水准，全程6张黄牌，判罚准确率100%，VAR 全程零改判、零争议，每次出牌都有理有据。赛后，裁判委员会全部复核通过，挑不出半分毛病。比赛第38分钟，厄瓜多尔球员阿尔西瓦战术犯规，恶意阻拦对方进攻，马宁哨声清脆，黄牌秒出，丝毫不拖沓。仅仅1分钟之后，库拉索球员莱安多上演恶意踩踏，动作粗鲁且危险，马宁眼皮都不眨，第2张黄牌直接到位。短短60秒连出2张黄牌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干脆利落，场上球员都懵了，还没来得及围过来辩解，摊手扯皮，惩戒的牌子已经亮出来了，没有和稀泥，没有口头警告放水，没有给任何球星面子，规则摆在这，犯规就必须罚。下半场2队拼抢愈发激烈，频繁出现飞铲对抗、人仰马翻的场面，犯规次数激增，马宁依旧尺度统一，把控精准，又连续掏出4张黄牌，稳住赛场节奏。整场比赛双方一共17次犯规，6张黄牌精准落下。厄瓜多尔1张，库拉索5张，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。哪怕是场上最不服管教的球员，最多只能私下小声抱怨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围堵对峙。要知道，赛前很多外媒、国外球迷带着偏见看他，觉得中国裁判控场能力差，尺度模糊，容易引发赛场争议。结果整场比赛下来，马宁用实力完成口碑逆转。多家海外体育媒体直言，这是大师级别的赛场把控。更让人破防的是赛后跑动数据，47岁的马宁全场跑动距离11.2公里，直接超过场上半数参赛年轻球员。有一说一，咱们很多国脚整场跑动还不如一个47岁的世界杯裁判。别人去世界杯是争冠拿荣誉，马宁去世界杯是凭着极致的自律和专业，硬生生给中国足球挣回了丢失20年的脸面。很多新粉丝以为马宁是世界杯一夜爆红，其实他的卡牌风格在国内赛场早就风神多年，经典名场面数不胜数。老球迷都清楚，马宁的外号从来不是吹出来的，是一场场比赛实打实吹出来的。2015年中超上海德比，场上2队火药味彻底失控，球员冲突不断，脏动作满天飞，赛场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群架。危急时刻，马宁果断亮剑，单场9黄3红，硬生生压住失控的场面，把激烈冲突的比赛拉回正轨。赛后全网热议，但所有球员、教练回看录像，没有一个人敢说判罚不公，顶多吐槽他执法太严，没人能挑出半点错处。而且马宁执法一辈子，从来不会看人下菜碟，在他眼里只有规则，没有球星。本土球员韦世豪赛场挑衅闹事，违规鼓掌，马宁直接黄牌警告，绝不纵容。亚冠赛场，亚洲顶流孙兴敏禁区假摔骗点，全场球迷起哄造势，马宁一眼识破，果断出牌打脸。沙特联赛，足坛巨星 C 罗犯规踩踏对手，照样黄牌伺候。就算巨星上前理论，马宁依旧寸步不让，规矩永远大于名气。总有人吐槽马宁太严苛，爱出牌抢风头，但真正懂球的都明白，这才是顶级裁判最稀缺的魄力。很多裁判为了规避争议，讨好球迷和球星，习惯性模糊尺度，纵容小犯规，最后导致赛场失控。只有马宁眼里揉不下半点沙子，该吹就吹，该罚就罚，绝不姑息任何违规动作。
大家不知道，世界杯裁判的选拔难度堪称地狱级别，体能测试、专业笔试、英语口语、视频复盘、模拟执法层层筛选，专职讲师全程跟踪记录，0.1倍速逐帧复盘每一次判罚，几10个维度综合打分，最终要淘汰40%竞争者才能入选。能在这样严苛的筛选中脱颖而出，连续2届站上世界杯舞台，马宁的实力早已是国际顶尖水准。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是马宁最憋屈的时刻。43岁的他只能做边缘的第4官员，整场比赛只能默默举换人牌，和球员教练寒暄，眼睁睁看着别人吹响开场哨，自己的梦想近在咫尺，却无法触碰。整整4年蛰伏沉淀，他磨技术、练体能、稳心态，终于在美加墨世界杯圆梦。当被问及是否会退役时，这个赛场上铁面无私、从不心软的硬汉当场红了眼眶。他说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裁判事业，只要中国足球需要他就会一直坚守。国足没能踏上的世界杯草坪，他替我们站上；国足没能赢得的国际尊重，他替我们赢回。全网都在为马宁喝彩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为国争光的世界级裁判起点卑微到让人心酸。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没有捷径，整整20多年，他靠着一腔热爱和极致自律，从无人问津的草根野球场一步步走到世界杯的中央。马宁并不是足球运动员出身，早年的他是辽宁一名中长跑田径特长生。正是常年练耐力的经历，练就了他远超常人的体能。哪怕如今将近50岁，依旧能在高强度世界杯赛场跑赢一众年轻球员。他和裁判职业的结缘纯粹是一场意外。高中班级比赛缺裁判，临时顶班的他从此爱上了守护赛场公平的这份职业。上大学后，他清楚认清自己的实力很难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，但他实在舍不得离开热爱的足球场，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，换一种方式留在赛场，做一名守护规则的裁判。别人课余时间打球娱乐，他埋头啃遍所有足球规则手册；别人追求赛场高光，他只求判罚公正。他始终坚信裁判是赛场的底线，不懂规则，不敢判罚，就不配站在草坪中央。2003年大学毕业，他没有挤破头钻进体育体制，没有托关系铺路，安安稳稳成为一名普通的高校体育老师。白天教书育人，带着学生训练跑步，晚上所有人休息放松，他就对着裁判手册反复钻研，复盘案例，默默打磨自己的执裁能力。那时候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这辈子也就这样平平无奇了，没人能想到这个普通老师未来会站上世界足坛最高舞台。为了积累实战经验，打磨手感，年轻时的马宁拼到极致。只要有业余比赛缺裁判，不管多远的路程，多累的天气，他从不缺席。那时候业余裁判酬劳极低，一场比赛只有20块钱，往返公交就要花掉4块，到手仅剩16块。他常常挤1个小时公交奔赴郊区球场，执裁结束再折腾1小时回家，一来一回2个小时，辛苦一整天，收入寥寥无几。身边亲友全都不理解，又累又不赚钱，到底图什么？可热爱从来无关名利。那几年，他累计执裁400多场业余比赛，耗费800多个小时，总收入不足万元，却一点点夯实了最扎实的执裁功底，练就了精准果断的判罚风格。2005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全国国家级裁判员公开选拔，参赛选手全是各地足协层层推荐的精英，唯独他是毫无背景的普通教师。可最终考核结果出炉，他理论成绩第一，体育测试第一，硬生生碾压所有专业选手，成功入选国家级裁判序列。但成名之后，争议和谩骂也随之而来，常年被球迷误解、网暴，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。无数人劝他学会圆滑，懂得变通，不要事事较真。但马宁始终初心不改，在他的足球世界里，对错分明，没有灰色地带。哪怕全网骂声一片，他的每一次判罚都经得起慢镜头复盘，经得起行业推敲，经得起时间考验。最难得的是，足坛多年风波不断，数次行业整顿，无数从业者深陷乱象，跌落谷底，唯有马宁始终干干净净，坚守底线，坚守着体育人的纯粹与初心。为了守住梦想，他数十年极致自律，40岁后彻底戒掉红肉，作息规律到极致。
将近50岁的年纪，体脂率常年稳定在11%，身体素质吊打一众年轻裁判。他曾说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做不到，觉得中国裁判登不上世界杯舞台，可他偏要拼尽全力，把所有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从一场20块的草根野球裁判，到中超金少、亚洲杯决赛主裁、世俱杯主裁，再到如今的世界杯主裁，马宁熬了整整20多年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，他隐忍蓄力，默默沉淀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，他终于身披国旗，手握哨子，站在世界足坛的中央。小编觉得这20载默默深耕，就是中国足球最动人、最耀眼的光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